1日3熱度齊爆發。2026年6月底，肖戰熱度多線並行刷屏。若用一個詞概括2026年6月底的肖戰，莫過於忙且滾燙。同一時段3件事同步引爆輿論：蒙牛世界杯廣告全平台循環刷屏，衍生網絡故事片《莫德賢》正式首發，塵封7年的《餘生請多指教》片場雙人拍立得意外曝光，商業、星座、懷舊3條熱度線撞期，層層疊加，持續拉高全網話題度。世界杯賽事加持，蒙牛廣告洗腦式全網刷屏。本屆2026美加墨世界杯開賽，蒙牛作為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贊助商，全線投放主題廣告。品牌代言人肖戰出鏡的短片覆蓋央視體育、各大長短視頻平台、線下城市大屏、高頻循環播放。片中一句"無論誰奪冠，都來找蒙牛"短短10字，憑借超高曝光度，成為本屆賽事標誌性廣告詞。大量球迷網友反饋，整場球賽精彩鏡頭或許記不全，但這句廣告語早已熟記於心，甚至聽到台詞就知曉賽事插播時段。廣告視覺風格清爽治癒，肖戰一身白 T 恤搭配白色薄外套，部分鏡頭佩戴黑框眼鏡，少年感十足，簡約純白造型完美契合夏日賽場輕鬆熱鬧的氛圍，成為網友熱議焦點。廣告搭配品牌吉祥物牛萌萌共同出鏡，二人擊掌，一同為賽事加油的互動沒有刻意搞笑，走溫和治癒路線，即便不關注娛樂圈的路人也對這組搭檔留下深刻印象。世界杯是品牌營銷競爭最激烈的節點，海量廣告輪番播放，想要讓觀眾留下記憶點難度極高。蒙牛以一句簡潔口號綁定世界杯競猜活動，疊加肖戰穩定國民度，大幅提升廣告辨識度，順利完成營銷目標，既加深大眾對品牌競猜活動的記憶，又依靠藝人影響力跳出同質化賽事廣告，實現大範圍破圈傳播。社交平台隨處可見網友玩梗，稱比賽尚未落幕，廣告語已經全員背誦，賽事間隙聽到這句台詞已成觀賽固定儀式。世界杯廣告是肖戰6月底熱度的第一重來源，鋪天蓋地的線下線上曝光，讓他在體育圈層、普通路人圈層實現大範圍滲透，為同期另外2件作品相關話題持續引流。莫德賢大屏點播首發，影視賽道交出全新答卷。如果說世界杯廣告帶來全民級商業曝光，6月30日上線的3集網絡故事片《莫德賢》則將大眾視線拉回肖戰的演員身份，成為文娛板塊核心熱搜。井號肖戰莫德賢新片首發，井號迅速登頂文娛榜單。該片發行模式區別於傳統網劇與院線電影，獨家登陸廣電劇好看大屏點播專區，覆蓋全國智能電視、IPTV 終端，主打家庭集體觀影場景，是近年影視行業新興發行渠道。平台將其放置首批上線片單核心位置，標注新片首發，上線即獲得官方重點扶持。作品制作規格毫不遜色院線影片，最大看點是延續電影德賢景致，全套原班主創，孔生執導，藍小龍編劇，侯洪亮擔任總制片人，肖戰再度飾演前公莫德賢，完整保留原作敘事風格與人物設定，規避更換主創帶來的劇情割裂問題。全片共3集，單集時長超60分鐘，體量接近3部連貫長電影，以近代革命為時代底色，繼續講述莫德賢的成長與人生際遇，補充電影未展開的人物故事，完善完整角色成長線。這部衍生作品能夠順利落地，根基是前作德賢景致的良好市場口碑。影片2025年12月登陸院線，最終斬獲4.12億票房。雖不屬於頂級商業大片，卻憑借扎實劇本與演員細膩演繹，收穫高分口碑。肖戰塑造的莫德賢深入人心，依靠該角色拿下亞洲藝術電影節金海燕獎最佳男主提名，同時斬獲第33屆大學生電影節最受大學生歡迎年度男演員，標誌其電影表演能力獲得專業獎項認可。莫德賢宣發節奏緊湊，預熱工作早在6月26日上海電視節發布會完成。肖戰以劇好看大屏點播推廣大使身份現身，現場官宣影片
入選平台首批片單。現場發言樸實克制，只着重表達對作品上線的榮幸，表態未來會堅守初心，持續產出優質內容，沒有華麗話術，反倒收穫媒體與網友一致好感。短短4天預熱週期，快速積累大量期待值，上線當日引爆討論。不少觀眾感慨，以往追劇、看電影多依賴手機、影院、大屏點播模式，喚醒家庭觀影儀式感，一家人圍坐電視觀看新作，帶來久違的沉浸式觀影體驗。對於追隨肖戰多年的影視觀眾而言，莫德賢不止一部新片，更是莫德賢這個經典熒幕角色故事的延續，成為同期最重磅的影視熱點，平衡了世界杯廣告帶來的商業流量，夯實演員身份熱度。7年拍立得意外流出，餘生請多指教，掀起全民回憶殺。就在新片上線、廣告刷屏雙線並行之際，一組塵封7年的片場物料突然全網流傳，瞬間開闢第3條熱度賽道。從未對外公開的餘生請多指教雙人拍立得曝光，復古膠片質感的片場抓拍，直接把觀眾拉回2019年劇組拍攝時期。這批照片均為片場休息隨手拍攝，無精緻擺拍，無厚重妝造，自帶膠片顆粒感。畫面裡肖戰與楊紫狀態鬆弛自然，並肩站立，對着鏡頭淺笑的瞬間充滿生活化氣息，真實鬆弛的氛圍感遠勝流水線精修宣傳照，瞬間戳中無數劇粉情懷。餘生請多指教，長久以來擁有穩固受眾基礎，肖戰飾演溫柔醫生顧偉，楊紫飾演開朗大學生林之孝，二人細膩治癒的雙向感情線常年擁有長尾熱度。時至今日，劇集經典片段剪輯依舊能收穫大量討論。物料曝光的時間節點自帶巧合加成，同期白玉蘭獎落下帷幕，楊紫憑借《生命樹》斬獲最佳女主角，成為白玉蘭史上首位90後視後。肖戰依靠《藏海傳》首次入圍白玉蘭最佳男主角，二人同期站上國內電視劇頂級獎項舞台。網友順勢用頂峰相見概括二人各自深耕行業後的亮眼成績。7年前並肩拍戲，7年後各自憑實力拿下行業重磅榮譽，時間閉環的氛圍感讓這組就拍立得的討論熱度持續發酵。客觀來看，2019年至2026年7年間，二人從未捆綁消費，餘生熱度後續發展路線完全獨立。肖戰持續拓寬戲路，先後出演年代劇《夢中的那片海》、古裝劇《玉骨遙》、武俠電影《射鵰英雄傳》、俠之大者、現實向影視《藏海傳》、德賢景致，兼顧電影、長劇、特色衍生短片多賽道。楊紫深耕現實題材劇集，產出《長相思》、《承歡記》、《生命樹》等優質作品，憑實力登頂視後。多年互不捆綁營銷，反而讓時隔7年突然釋出的片場舊照顯得格外珍貴。不少網友感慨，最好的劇集售後並非頻繁營業，而是多年後依舊有人願意重溫當年的故事。超高熱度之下，輿論迅速分化成3種截然不同的聲音，觀點碰撞，持續擴大話題討論度。第一類是情懷向劇粉，聚焦照片承載的青春記憶。他們認為拍立得最珍貴的特質就是真實無修飾，相比流水線宣傳物料，原生片場抓拍更有故事感，翻看照片就想完整重刷全劇。許多觀眾分享個人感受，當年追劇的學生早已步入職場，一同追劇的好友各自奔赴人生新階段。這組照片如同按下時間暫停鍵，承載專屬青春回憶，情緒價值無可替代。第二類是理性作品向觀眾，主張把注意力聚焦藝人當下新作。他們認可舊物料的紀念意義，但認為輿論不應長期停留在7年前的劇集，演員的核心價值在於持續輸出全新角色。恰逢肖戰、莫德賢上新，世界杯廣告持續熱播，大量網友呼籲大眾多關注藝人當下的影視、商業作品，不要反覆消耗早年舊作，避免新作流量被懷舊話題分流。同時，雙方粉絲也達成共識，希望輿論聚焦各自演員獨立的作品成績，不因一組老照片產生無意義對比與拉扯，給予二人獨立的討論空間。第三類是中立路人網友，
以輕鬆玩梗的心態圍觀話題。不少路人調侃曝光物料時，誤以為餘生要拍攝續集，直言娛樂圈最出圈的營銷手段便是翻出多年前舊花絮，感慨這套拍立得長達7年依舊擁有熱搜體質。也有部分路人坦言，頻繁的舊劇回憶物料容易產生審美疲勞，希望平台多傾斜版面給到當下正在上線的全新影視作品。多方視角拉扯之下，圍繞情懷邊界的討論持續發酵。娛樂圈老牌爆款劇集釋出未公開幕後物料，引發熱議屬於常態。對老觀眾而言是重溫青春的契機，對新觀眾而言是入坑經典劇集的窗口。這批拍立得能夠爆火，本質是時間賦予老作品獨特的懷舊價值，讓大眾重新回顧兩位演員多年來的成長蛻變。多線熱度疊加，拆解肖戰分層清晰的曝光布局，將視線拉長至2025年末到2026年6月，能清晰看到肖戰雙線並行的穩定曝光節奏。影視內容持續穩定輸出，商業代言、官方平台合作同步高頻落地，兩條路線互不衝突，互相加持，最終在6月底形成3重熱點撞期的輿論高峰。影視賽道節奏分層清晰，形成完整內容矩陣。2025年末院線電影德賢景致打下口碑基礎，塑造莫德賢標誌性熒幕形象，同時助力演員斬獲專業獎項提名。2026年6月底衍生3集故事片《莫德賢》上線，把同一角色故事延伸至家庭大屏點播渠道，開拓全新影視發行賽道。此前播出的《藏海傳》則讓他成功叩開白玉蘭男主提名大門，實現電視劇主流獎項突破。院線電影、大屏衍生短片、主流長篇劇集多類型全覆蓋，持續供給全新影視話題，保證演員賽道穩定熱度。商業合作端綁定頂級全球性賽事資源，蒙牛世界杯廣告實現全民破圈傳播。依托世界杯全球賽事流量，廣告覆蓋體育、大眾消費、娛樂多圈層，依靠簡短洗腦台詞、清爽視覺形象，強化大眾記憶，跳出娛樂圈固有受眾，觸達大量不關注影視行業的普通路人，拓寬曝光邊界。同時，肖戰兼任廣電大屏點播推廣大使，參與官方影視平台重點項目，打通官方行業資源，兼顧商業價值與行業認可度。3類內容擁有完全不同的傳播邏輯，疊加後放大整體輿論體量。世界杯廣告屬於碎片化快傳播，依靠高頻重複植入簡單記憶點，適配短視頻、賽事插播短平快傳播場景。莫德賢屬於深度內容傳播，依靠完整劇情、實力派主創吸引觀眾沉浸式觀看，沉澱影視口碑。餘生拍立得屬於情緒向懷舊傳播，不產出全新劇情內容，依靠7年時間差喚醒大眾青春共鳴，主打情感輸出。3類內容傳播入口、受眾群體、討論方向完全獨立，卻恰好集中在同一時間窗口釋放，形成罕見的疊加式輿論峰值。從傳播規律來看，單一熱點僅能維持短期熱搜，而多元話題同步爆發會搭建多層次輿論場。一部分網友因觀球接觸到肖戰的世界杯廣告，一部分觀眾為新上線的莫德賢展開劇情、角色討論，還有大批劇粉沉浸在餘生拍立得的懷舊情緒中，路人則輕鬆圍觀多方觀點碰撞，不同受眾各有討論重心，話題熱度持續不斷層。頂峰相見背後，獨立作品線偶然交匯的輿論敘事。本次6月底所有討論中，頂峰相見是反覆出現的核心關鍵詞。該說法並非官方定性，而是網友結合白玉蘭獎同期成果衍生出的情緒化總結。背後是2條完全獨立的演員發展線，恰好撞上同一輿論窗口期。楊紫憑借現實題材劇集《生命樹》拿下白玉蘭視後，多年深耕現實向電視劇賽道，依靠《長相思》《承歡記》穩定維持劇集市場熱度。肖戰兼顧電影、年代劇、古裝劇多元賽道，依靠《藏海傳》實現白玉蘭男主提名，又以德賢景致試水院線電影。2人作品體系發展方向沒有交集，不存在合作綁定關係。3件獨立事件恰好同期發生，楊紫斬獲視後，
肖戰提名白玉蘭男主，餘生7年拍立得曝光，沒有內在關聯，卻被社交媒體自然整合進同一討論語境。大眾習慣於為集中出現的熱點尋找統一敘事框架，頂峰相見簡潔概括二人多年各自沉澱，同期收穫行業認可的現狀，因此快速大範圍傳播。理性區分來看，白玉蘭獎項評選只依托單部作品完成度，對比提名與獲獎結果，僅代表單部劇集的行業認可度，不適合用來對比兩位演員整體發展。就劇拍立得僅屬於懷舊物料，和二人當下獎項成績無實質關聯，三者只是時間節點重合，本質是3條互不干涉的獨立信息。輿論也順着3條信息分化出3類討論重心：一部分觀眾聚焦白玉蘭獎項本身，探討90後首位白玉蘭視後的行業意義，以及肖戰首次提名對中生代電影演員的價值；一部分觀眾回歸劇集內容，深度分析《生命樹》《藏海傳》的劇情、人物塑造；還有一部分觀眾脫離獎項話題，單純沉浸在餘生舊照帶來的懷舊氛圍裡。3層討論同步並行，讓本次輿論場呈現多元複雜的特徵。輿論分層化背後，懷舊流量與星座熱度的長期博弈。餘生拍立得引發的全網討論，輿論清晰分化為情懷劇粉、星座導向觀眾、中立路人3類群體，3類視角的分歧，折射當下娛樂市場長期存在的矛盾：懷舊存量內容流量與全新作品曝光資源的爭奪。情懷觀眾的核心訴求是保留作品情緒價值，經典劇集承載獨屬於個人的青春記憶，時隔多年釋出未公開物料，是難得的情緒補給，不存在過度消費的說法。一部作品多年後仍能引發大眾共鳴，本身就是作品影響力的證明。星座導向觀眾則站在影視創作視角，認為藝人持續產出新作才是核心競爭力，頻繁回流舊劇話題會分流星座關注度。肖戰同期上線《莫德賢》，投放世界杯重磅廣告，大量新內容等待大眾關注，反覆聚焦7年前的劇集，會擠占星座討論空間，不利於演員全新角色、全新作品的傳播。中立路人沒有固定立場，僅將懷舊物料當作日常娛樂談資，以玩梗、調侃的輕鬆心態看待話題。部分路人看多同類懷舊熱搜後產生審美疲勞，希望平台增加新作品曝光版面。這種輿論分層並非單次事件獨有，是當下文娛傳播常態化現象。熱度高的經典劇集會在演員獲獎、新作上線、未公開物料流出等節點反覆重回大眾視野，激活存量情懷流量。本次多重熱點撞期，讓新舊內容流量衝突進一步放大，也讓該懷念舊作還是聚焦新作成為全網共同探討的議題。多線並行的疊加熱度是藝人綜合實力的直觀體現。2026年6月底，肖戰1日3波熱度同步引爆，並非刻意制造營銷熱點，而是長期事業布局下多重獨立事件恰好集中釋放形成的疊加效應。商業層面，手握世界杯頂級賽事代言，實現全民級曝光；影視層面，院線電影、大屏衍生短片雙線落地，穩步拓寬影視賽道，斬獲專業獎項認可。存量作品層面，早年爆款劇集留存長尾熱度，未公開物料隨時能喚醒大眾情懷。商業、星座、懷舊3條傳播路徑各司其職，覆蓋路人、影視受眾、老牌劇粉不同圈層，多元話題相互加持，搭建起多層次、持續不斷層的輿論熱度。多條獨立賽道同步開花，既體現肖戰均衡發展的事業布局，兼顧商業價值與演員專業能力，也直觀展現其橫跨體育、影視、大眾消費多領域的廣泛國民度。多條線索看似交織纏繞，實則內核清晰。世界杯廣告是商業價值的證明，莫德賢是演員創作力的全新輸出，餘生拍立得是過往作品沉澱下的長久口碑。三者獨立存在，恰好在同一時間相遇，造就了2026年6月底獨屬於肖戰的高密度輿論熱潮，也清晰展現出一位兼顧商業與專業、兼顧當下新作與經典口碑演員完整的事業版圖。